香港銀行股呢，其實我想 show 一幅圖啊。OK，咁我等嗱，香港銀行股呢，就係大家知道啦。一方面呢，就係資產質素嗰邊呢，就之前都分享過啦，就係嗰個房地產，尤其是商業房地產嘅嗰個信用風險咧，就由內地，因為內地已經經歷咗幾年啦，咁要爆都爆晒啦。咁所以內地咧就應該叫做出清啊，出清即係話啲風險咧，即係出得9988咁噶啦，即係差唔多都完啦。咁但係就輪到香港啊嘛，咁大家都知道啦，最近新世界咁都好受到市場關注啊，係咪？即係對於新世界嗰個財務嗰個信用嘅風險係嘛，即係都要求銀行即係手下留情係咪？咁即係可想而知咧，就係香港嗰個房地產嗰個信用嘅風險咧，就開始越嚟越嚴重啦嚇。咁起碼嗰啲負債高嘅呢一個地產商啦，咁佢面對好大嘅壓力啦。嗱，咁本來咧之前咧市場係預期美國減息啦，係都幾進取嘅，即係意思即係話大家對美國減息嗰個期望都幾大啦。咁事實上2024年都減咗100個點子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未來點咧？2025年點咧？2026年點咧？嗱，其實我喺2023年嘅時候咧，我喺我喺 Facebook 咧都有分享過一個係叫做 Treasury Yield Curve 嘅啟示作用啊。咁當時咧我都貼咗一個呢個 Treasury 嘅 Yield Curve。嗱，當年咧就係嗰條 curve 咧係好明顯咧，就係向下嘅，即係我都有分享過啦，就係 Yield Curve 咧係其實係對美國未來利率嗰個走勢咧，或者個趨勢咧係有啟示嘅作用㗎。咁所以23年咧，我喺個 Facebook 咧就話根據 Yield Curve 嘅啟示，2024年係一定會減息㗎，係鐵定減息啊！當時我就咁講啦。咁大家知道2024年就真係減咗，係咪？即係減咗100點子啦。嗱，咁今時今日究竟個 Yield Curve 係點呢？嗱，咁我就係分享咗呢一幅圖啦。依家大家畫面都應該會見到。嗱，藍色嗰條線呢，就係目前嘅 Yield Curve。OK， 咁你睇到啦。藍色嗰條線嘅 Yield Curve 咧係向上嘅，即係向上。雖然佢向上嗰個幅度，即係個斜度咧，唔係好斜，咁但係咧嗰個方向或者個 trend 咧係好緊要嘅，係好明顯咧。今年個 Yield Curve 係向上，咁啊預示咧，其實係預示咧出年啊，或者未來啦，咁啊出年啦。係好有機會咧，係會加息嘅嚇，係會加息嘅。咁呢個同2023年就好唔同啊！嗱，睇下2023年嗰個灰色嗰條線咧，深灰色嗰條線咧係向下嘅，係咪？佢向下，咁所以咧係預示咧差唔多大概1年左右嘅時間啦，就係會減息啊！咁事實2024年就真係減咗啦。咁但係問題就係2025年，我哋而家目前睇到嘅 Yield Curve 咧係向上嘅，係向上。咁啊代表未來咧個減息咧，的確嗰個預期咧係會大減啊，甚至可能出年或者後年係有機會加翻息啊！即係根據呢一個 Yield Curve 嗰個預期。即係嗰個啟示啊！咁呢個就係想講嘅呢一點。咁對香港嘅銀行股呢，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好嘅地方呢，就係因為跟香港係聯繫匯率啦。咁聯繫匯率呢，我哋個利率嗰個走勢呢係會跟隨美國嘅。咁如果你美國未來個息口係向上呢，
咁其實對於香港嘅銀行咧，嗰個淨息差咧係有幫助㗎。即係本來係諗住咧，美國進入減息週期啦，咁啊淨息差就應該收窄啊。咁但係而家似乎咧個減息咧就冇預期咁多，甚至開始即係出年可能要面對加息嘅嗰個可能性啊。咁變咗喺淨息差方面咧，係香港嘅銀行可能係有利啊，即係會擴闊嘅。咁但係資產質素啦，嗱資產質素咧就係另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因為咧因為大家知道咧，香港地產商咧其實唔少個負債係好重噶，因為我哋經歷過之前差唔多零利率啦，咁啲人都慣咗即係個好低息啦，咁變咗佢哋個風險個意識比較低啊，即係一嚟嘅負債高啊，咁啊二嚟咧亦都係好進取啦嚇，即係好多樓盤啊咁啊，咁變咗如果你嗰個息口繼續維持，即係意思即係話，如果你個息口嗰個減息冇之前預期咁多，即係有啲發展商佢頂咗好耐啦嘛，頂到減息啦，咁啊諗住鬆一口氣係咪？即係跟住2024年減100點子，跟住今年再減多50、100。因為本來嗰個點陣圖係今年再減100，出年再減差唔多有50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可能出年係調轉向上喎，咁變咗佢啲地產商頂咁耐，諗住見到曙光啦嚇，點知個曙光淨係稍縱即逝嚇，即係減咗2024年減咗100點子之後，未來都唔知有冇得減，甚至可能調翻轉再加翻，咁對佢哋嚟講咧，咁就會幾大件事啊！即係所以我想講嘅就係香港銀行面對嗰個香港嘅商業房地產嗰個信用嘅風險咧，就本來係可能有啲舒緩嘅嚇，咁的確係舒緩咗，因為真係減咗息嘛。咁但係嗰個未來可能又要再面對翻嗰個息口又掉頭向上啦。咁啲地產商頂唔頂得順呢？咁香港銀行帳上嗰啲商業房地產嘅信貸個信用質素會點呢？會惡化幾多呢？嗱，呢個就係香港銀行股又要面對翻呢一個資產質素嘅問題啦嚇。咁就係補充翻呢樣嘢啦。